大家好，今天跟着我们的镜头来到了 Calabasas， 为大家展示一栋应该是还没有建好，今天还没有拿到最后 permit 的一个房子。第一时间为大家来分享，它有很多的细节还是不错的。前面是一个转角的车道啊，还没有完善，应该下周会做完。下面有一个非常蜿蜒崎岖的一个私家的车道，还挺长的。下面有一个铁门，等于你要过下面铁门开一路的车道才能上来。这个感觉其实还不错，跟很多那种超级豪宅的这种感觉嘛。那其实车道上来以后呢，车库在我身后，里面有很多停车的位置，对于汽车的收藏爱好者还是蛮关键的。那这边呢，其实是它的正门的上门的路。那侧面其实有很多侧面房屋的门，也可以进到室内。整个房屋的外立面呢是比较偏意大利的风格，很典型的这种大块的砖块贴的石板贴在了上面。那整个自然环境也是非常好的。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山里面还有那个小鹿在跑，可惜我们没有拍到。那成年的鹿很多，一小群一小群在这跑，非常棒的环境。那今天看的顺序不一样一点啊，镜头稍微过来一点，因为今天这个房子实际上是我的左右一个纵向的房子。那么今天我们会从，它景观最好的泳池的，也就是它的真正的靠前的前院的部分，一路呢看到后面。先跟我们上去，从泳池开始看。从上面这个台阶几阶上来呢，就到了它前院的位置了。可以看到，今天我们选的时间段呢，也是一个比较接近夕阳的时间段。它前面整个泳池的设施就跟一个户外的社交的 club 的感觉一样，周围全部都是用这种钢化的玻璃做了一个围栏围起来。泳池、热泡池，从这边也能看到卡拉巴萨斯，山谷里面的景观。下面才是你的私人车道的那个铁门。所以是真的蛮有一个距离和纵深感的。那泳池呢，典型的一个长方形的泳池，这边 bar shelf 简单的一个躺椅放在水中，你想你泡在这边，看着这个景观，周围鸟语花香，多舒服多舒适的一个环节。而且这种泳池在前面的设计呢，也很好的利用了景观。如果按照传统的概念，这个房子把泳池啊或者后院往后面放的话，实际上面对的是山坡了，就没那么好看了。但它放到了前面，很好的利用了这个地块。那这边也可以看到有很多可以社交啊、躺下来啊、坐的太阳椅的地方。整体呢，我觉得这个房子往前面的社交属性就已经给你非常非常的足了。而且我们镜头稍微转过来一点，Licky跟着我横着一起走的时候，可以看到身后啊伸出来的就是它1楼，也就是房屋从楼梯上去的那一层，最靠前面一侧的一个超大的阳台，紧挨着从旁边的侧院门。就可以连通到下面的泳池的层。那我们现在从这边上去看一下它这个超大的延伸阳台。直接到上面来，这个其实是为了安全的考量啊。大家会可能觉得，怎么装这个这么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你不装这个的话，现在 City 那边是不会给你 sign off 的，你要先装，等clear 了，能住进来了，你觉得难看，你再拆掉。实际上也是 safety 的这些 feature 了，就是为了安全而着想。其实这个东西还是挺有意义的啊，不是说难看就不装。那到它这一层上来，实际上它首先是一个户外的，可以说户外就餐区吧，对不对？它整个房屋的侧院上面的草坪，其实这房子占地是很大的，侧面还有几棵大的橄榄树都种在这边，晚上灯光打起来也是挺漂亮的。而且往这边走是它一个户外的 barbecue 的一个烤肉台，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尺寸，在这边也可以满足一些户外的烤肉，做一些简单吃的需求。那边一些更多做的区域，一个小的伸出来的小阳台一样的结构就在这边，那个其实是和正门正对着的。那从这边出来看到对面的山谷里面的景观也是挺漂亮的，有时候就能看到鹿啊，小鹿啊，2、3、3、5成群的从眼泉这样跑过去的画面。真的是很漂亮，你就有时候会，为什么人喜欢住在这边？喜欢住的离自然更近一些，那动物还愿意来你的这儿，这种感觉真的是蛮奇妙的。我们继续再有2阶台阶上去啊，就是它伸出来的大阳台。上到这个露台，我觉得它呢是一个户外泳池那一层的景观的延伸，因为它更高了，可以看得更远。同时能够欣赏到你下面所有泳池的设施，包括你们家谁来人了，从这边实际上也大概大门能看得到的。我觉得这个阳台或者是它伸出去的这个露台了，它的社交属性还是挺满的。
你看周围的立柱、拱形的这些结构，做的还蛮唯美的，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意大利属性的这个外观的设计在里面的，做的还是相对比较用心的。露台尺寸也够大，2组非常大的沙发坐在这边放松，看着下面西式意的人群。最重要的，它呢是和我们主房通过这个非常大的双扇的 Parquet door 的连通的区域，从这边可以直接进到里面最大的一个 living room。进到室内可以看到它的房屋的纵向来铺开的吧，可以咱们姑且这么说。而且它整体每个空间呢，就是都是串联在一起的，都在一条线上，整个的动线比较简单了。那我所以也是今天为什么选择从外面泳池为大家进来展示。可以看到，首先这边进来一个非常漂亮的正式的客厅的位置，左右各有一组不同形状的沙发的区域，那边是传统的转角沙发，这边配了一个弧形沙发，那边有一个 fireplace， 非常漂亮的天然石料。上面两边各挂了一个环形的水晶吊灯，尺寸一样，样子也是一模一样的，很漂亮。在2个座的区域的正上方，很漂亮的一个书架，那个书架那个里面的那个 LED 灯晚上点亮了以后，我觉得真挺漂亮的。整体给人的感觉就那种漂浮的书架的既视感出来了，放些好的陈列品都是可以的。侧面有一个小的法式双开门，可以到房屋的那个阳台的侧面。我们再来2步呢，从这个门框过来，实际上就到了房子相对中间的位置了。这边就是刚才外面后院的那个小的 balcony。我们如果转过来一点，到这一侧，我的右手边正对的其实就是大门，就是正门大门所在地。从这边是可以直接，你要不想从泳池走，自己家里行人走回来的几个台阶下来，从这边是正门进来的。一会儿过去再详细介绍。镜头已经看到了，这是我们的厨房的空间。厨房空间尺寸，首先我觉得还是不错的，2个非常大的像气泡一样的 Pantelight 挂在了这个厨房的巨大岛台的上面，这个都可以当那种你知道大的空间的吊灯了。这个尺寸，通常岛台上面很少有挂这么大的灯的，但它设计非常的简洁，是不是？没有太复杂的线条，超大的灯泡，就很夸张的感觉。岛台呢，两边也是 waterfall edge 的设计，这边有很多收纳的橱柜空间，里面有做了小的集成隔断，非常的好。两边洗衣机，你看我老想来厨房洗衣服。洗碗机左右都是有一个的，这边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厨房的 sink 的空间，所有的橱柜呢也是做的这种漂浮的橱柜。这边的窗户也能看到房屋的侧院，隐私根本不用担心。这个房子属于自己一个人占一个山头的。上面的橱柜的特点呢，其实镜头里面应该能看到了吧？就是它是里面都有做 LED 的灯带，然后外面是那种磨砂的材质，所以给你感觉是那种若隐若现的灯光，不是那种直冲痛的那样亮着的感觉，偏高级的处理可以算是。身后非常漂亮的 pantry 也全部都是拿 LED 的灯做了包裹了。再往这边走，因为房子还没有完工啊，刚才检查房屋和门的才刚走嘛，对不对？看到五角星就知道了 Thermador 的一个 cooktop， 上面那个铁板他们还没有来呢，来货了以后才会装上。cooktop 藏在了上面抽风，它的 hood 也是有 pot filler。往这边走一点，有一个简单的 service 的区域，不过都介绍，直接转回来。它 Licky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它的这个观众朋友你们来决定啊，是好是不好啊？你看。冰箱它放在了这边，对不对？中间全部都是橱柜 ，OK， 然后它的动向在这一边，中间隔了它的咖啡机、microwave 和2个烤箱，还有一些柜子。我不觉得有很多房子是这么做的吧？多吗？很少很少，通常这2个不会离到这么远吧？它就是为了对称吗？真的就是为了对称。它也可以稍微近一档，然后柜子放到咖啡机的两边。你知道他担心的是什么吗？他担心的散热。他这个东西的散热是在上面，但是那边烤箱如果开的时候也很热。有可能。我可能是这么理解的啊，但是使用上大家觉得好不好？这里面欢迎大家留言。岛台这边呢也是做了高吧台的处理，4把椅子放在这边，早餐啊简单吃个东西是可以的。实际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房子进来？
我觉得最适合放早餐桌的地儿在哪儿 ？Licky， 你有找到吗？正中间啊。旁边那个地儿，它上面灯都给你留好了。对，一个大环形灯罩，你看早餐把那个双开门打开了以后，一家人坐在那儿，一个小圆桌，4、5张椅子，是不是？是，画面很美啊，看着自己家的橄榄树林、山坡，非常的舒适。房屋整体的灯光其实做的不错的，稍微晚一点能看到更好的灯光效果。跟着镜头走过来呢，实际上这个就是正进门玄关的地方了。那这里面一些小的特点，它墙上的这些挂灯，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也是像圆盘一样遮住，不让光线直接打到空间里面，会通过这个石料的圆盘慢反射出去。我觉得现在真的豪宅的灯光设计，可能能决定这个房子30%、40%好不好卖啊，很严重、很大的影响。那这边是一个储物空间和一个卫生间半位，这个半位的墙面是波浪的海浪形的石头的切割，还蛮特别的，非常大气，哎，很漂亮。两边的挂灯小的嘛，晶莹剔透的，也是很漂亮的。我觉得它这个卫生间和主卧室的卫生间是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蛮漂亮的。那从这边就不多走出去了，那边过去就是正门了嘛。从这边再往前继续推，往这边一步过来，实际就到了它正餐厅的位置。这个正餐厅几个特别的点啊，大家一进来，首先我觉得应该注意到了，它整个房屋一周的壁纸像原始森林一样，会把这个整个色调其实都压下来了。我跟刚才经纪人也在那开玩笑啊，顺便感谢一下 Timur Freeman Group 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参观，带大家来看这栋还没完成的房子，还没来得及上市呢。这是不是就是卡拉巴萨斯200年以前的样子？就是房子还没有盖的时候。当然开玩笑啊，但给人多一分的禅意的感觉，是不是？蛮漂亮的，整体的氛围很舒适，很 cool down 的感觉。10人的长桌非常的现代，很漂亮的一个水晶挂灯挂在了桌子的正上方，身后就是一个简单的藏酒空间兼酒窖吧，一个2合1的一个组合吧。这边就是它一个开酒的空间，上面简单的一个 shelf 也是 LED 的灯在下面点亮。很多的氛围灯其实它都配的挺足的，这个房子往这边有洗手池，该有的都有了。我们再走过来，其实我一直在想 Licky， 你觉得这个房子它动线其实安排的还是挺合理的，是不是？我觉得还不错啊，就它有考虑到很多朝向的问题，做了一些调整嘛。是正门的一个选择，因为这个时间其实那个方向真的是西洋正美，它如果把它放到那边的话，就会有点奇怪了。反正你看，真的是有的时候这个 lot 你怎么放这个房子，怎么 position 这个房子，其实真的挺讲究的。我们见过很多很好的 lot， 但房子的长效没放好，最后弄得就很乱七八糟。沿着这个中间的可以算是侧面的主走道吧，过来，电梯可以上去，也可以下去。这个房子有地下室的，从这边小门过去，直接穿到厨房，再往这边走过来，哎，这就是它的楼梯间的空间了。哎，我真的觉得这种楼梯间真的很唯美，这种旋转的弧形的结构，而且它的墙体呢，不像咱们看的是那种围栏的结构，它是用的木头直接打的板，石膏做上去的，非常漂亮，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很好看。尤其是它2楼挂下来的这几个挂灯啊，像一个的小的 pendant 组合成了一个巨大的组合体，从2楼挂下来，上面和中间这层全部都有自然光从另一侧打过来。侧面这边也有一个法式双开门，打开了以后是正对着你的摩洛扣，就是你的汽车可以在上面开过来掉一个头，还在铺草地的地儿，就是这儿，对不对？下面是它地下室，地下室还没有完成。如果我们被邀请回来去拍一些完成片段的话，我们尽量多展示。那其实下面就是一个卧室、电影院，还有一个小的酒吧品酒的空间，以及连通那个巨大的车库。那我们再往前走过来。去我身后之前，左手边是有楼下的一个套间，尺寸不错，直接看它的叫后院吧，它的衣帽间、卫生间也全部都在里面。再过了这一个拱门的门槛过来，身后啊是去它的所谓的真正的后院，房屋后院的地方。那去那之前呢，先转过来，这个空间，你看它现在 staging 的给人感觉像什么？像是一个会议室、书房的感觉，是不是？对。整体来讲，你看这边打好的书架，漂浮的 LED 灯照在下面的感觉，非常大的一个办公区域啊，有点奢侈啊，这个地儿当书房啊。对，前面那个 developer 说他称这边是 library 啊，对，刚才那个建商的人也过来给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
这边你看拿本书在这边篝火，壁炉点亮了，点着了，在这边坐一坐放松，读一读书，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你看3个环形的吊灯，皮质的这个挂条啊挂住，从屋顶挂下来，这个空间其实挺放松的。但其实如果我接手了这个房子买过来，我可能会把它变成一个大的家庭间或者是 family room， 因为它正好在房屋最靠后的地方嘛。那具体买来怎么用，谁买来谁决定，对不对？观众朋友们要有实力的人把它收下来，你空着也没人拦你。侧面2个法式双开门，打开以后，外面呢是有一个小的阳台的空间，可以坐在这边看到前面的摩托扣、前面的 courtyard 都是能看得到的，还挺不错的。我挺喜欢这个空间的啊，说实话，很安静。你从这边出去看一下它的后院，从它的后门出来。因为你看，其实下面山谷严格来讲是不是都算是这个房子的地界啊？房子占地其实挺大的。房子详细信息我们会放到视频的下方，可以看到它这边简单摆了种一些herb 叫什么，就是做菜的那种香料，小的 garden 的区域。不止了，还有我认得出有番茄、小番茄、小辣椒，对不对？还有生菜，直接就可以吃了。你说用得着在这儿种吗？那山上都是你的，你随便种就好，种一山都没关系。而且就这个山谷啊，我跟朋友说，刚才我们就在这看到了有那个鹿3、5成群在这唰唰唰给走过去，真的是就和大自然这么的贴近的感觉，蛮不可思议的。但是后面全部都是人工假草的铺设了，你在这边其实后院开个 party 也都是可以的，侧面也有道路可以直接到它的前面的 motorco 嘛。其实往这边过来，它这有一个小木桥，沿着这个蜿蜒的小道白色的小道过去，那边有一个室外的林子中间的小露台，它特意搭出来的，上面都有那个小的灯泡，氛围不错。我觉得在那边晚上待一待，或者白天偶尔坐一坐，有一种贴近大自然，然后身处在大自然的感觉，确实挺美妙的。而且看着后面这个山谷没有任何的人家，给人一种格外的安静和禅意。对，这边还有一条小路呢，看。从侧面这个小路上去嘛，还没有做完呢嘛，它那边会有一个小椅子的位置，等于你坐在那边可以从更高的地儿看到你自己房子的一个全貌，是不是？对，欣赏。这个应该是开发商自己的一个执念了。我想自己要买这个房子的人，你会坐到上面去看吗？应该不会吧。上到2楼，其实从这个角度看，它整个的楼梯系统，它这种做法我觉得是比较偏现代法式的做法了，感觉线条很简洁很干净，显得非常的舒适。尤其这种弧形的楼梯啊，让人真的是没有抵抗能力啊。不知道很多女性的观众朋友们是不是跟我们同样的想法？左边是它的房子的大脑，右边是这个电梯。我们继续往这边走过来，这是它2楼的一个小的放松居坐区域，这边有一个简单的小吧台。其实这边就不用太复杂，你要需要的话挂一个电视，平时在这边读个书，坐在这边玩个游戏 PS4 都是可以的，等于是一个家庭放松的区域。你说把这个换成电视机对吧？对呀，可以吧？我觉得不会有人真坐在2楼这个地儿看，可能我不够那么艺术啊。要我肯定不会坐在这儿看书。上面2个天窗洒下一些自然光。身后这边这个空间是3个卧室，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卧室，尺寸不错，自己卫生间、自己的衣帽间，也有窗户采光都是不错的。那这边呢是有2个卧室背靠背放在一起，都有自己的衣帽间，自己的卫生间，都是从侧面，那边是靠西边嘛，自然光也可以洒进来，也是蛮不错的。所以小朋友呢和主卧室的空间实际上是分开的，因为主卧室在走廊的另一侧。回到走廊，路过楼梯的空间，我们直接和刚才所有的次卧室正对的这个双开门打开。大家有没有见过门没装锁的样子？能展示吗？完全空。你就说它还没有 ready 到什么程度？你看门板装了，连门锁都还没有装呢。OK，就真的这个房子没有说是100%的状态好。我们可以大家先来窥探一番。门后左右两边各有一个衣帽间，其实女士的衣帽间相对是漂亮很多的，这个没办法，大家懂的都懂，好吧？这边一个双开门，面对的是房屋的后院的景观，绿色的景观还是挺漂亮的。那边是主卧室休息的区域，往这边转一下过来是它的卫生间。卫生间其实我觉得它整体做的还是挺漂亮的，它的灯，它的所有的里面的陈设，包括它上面的这些墙上的挂灯。
特别的厚重感，而且这个墙面也是用的这种水浪、波浪、海浪的这种线条做的切割，这个就和那个楼下的那个半位是一个风格，对不对？也就可见一斑了。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的收纳的隔断里面都是有做 LED 的灯带的，我觉得这样敞开挺好的，非常好收纳。然后往这边一个 freestanding 的浴缸，看的也是后面大量的天然石料铺的这个整个的淋浴和洗澡空间的背景，地面也是非常漂亮的大块的磨砂的白瓷砖，整个的淋浴空间尺寸也是不错 ，overhead shower 里面该有的东西应有尽有，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它这个卫士浴生间的空间是不错，而且我们镜头稍微转过去往那一侧走过来，就是它主卧室的空间。它也是，你看 Leahy 也是很大的主卧室占的空间，但是也尽量做了分割了，所以现在真的不太去流行也好，或者是鼓励大家弄一个巨大的很空旷的主卧室。你看，就包括这边，它也用这个墙啊，天然石料包裹的一个 fireplace， 做了一个简单的坐的区域，和它主卧室的床的空间呢做了一个分割。这么小的空间实际上已经 OK 了。但它还要再做一次分割。主卧室墙用了大量的墙纸，都是这种发灰呀、带点深色纹理的。头一眼我看着以为是水泥墙，是不是？以为是那种 smooth stucco 故意刷成这样的，或者是 Venetian plaster 的感觉，但它都是墙纸贴出来的。这个地儿主卧室的位置，实际上这两个法式门打开外面的阳台，直接看的是你的前面的车道，就访客谁上来，你从床上可能都能看得到，不夸张的讲。回到最后的露台，给大家再看一眼这个房屋呢，也即将到达它最美丽的时间段，就是夕阳的时候了。我觉得房屋的特点真的是要与自然做更好的结合，才能凸显它的美。今天视频到这里就完全的结束了，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